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来到与你看赛事。转眼间，距离这个备受瞩目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已进入倒数计时。去年的8月，也是巴黎奥运奖牌得主诞生的日子。1年后的今天，他们还能给出高水准的表现吗？世界羽坛经历了什么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密切关注2025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吧。2025年的世锦赛在去年的奥运主办国浪漫之都法国巴黎举行。夏天的巴黎在不被热浪袭击的情况下会是非常凉爽的，气温会介于18到26度之间。这次的世锦赛就在巴黎奥运的羽毛球赛馆举行，也就是拉夏贝尔门体育馆。拉夏贝尔门体育馆是一座环保型场馆，建成后将成为巴黎北部文化体育中心，举办各种文化和体育活动。这个场馆相当宽敞，可以容纳4个场地，拥有8000个座位。去年小编也有幸到现场观看奥运，感受一下奥运气氛。可能因为是新建的场馆，这个场馆我个人感觉蛮好的，场馆内的灯光氛围也相当不错。本届的世锦赛将从8月25日一直进行到8月31日。虽然不设有奖金，但是能够站在世界最高的颁奖台上，让国旗升起，各个国家也必定会颁发给获奖球员丰厚的奖金。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许多球迷期待的签表吧。在混双方面，参赛的共有48对组合，被列为前16种子的有冯彦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戴克波、苏皮萨瓦、陈堂杰、杜一卫、邓俊文、谢盈雪、吴勋法、赖洁敏、郭欣华、陈芳慧、Tom Delfini、绿川大辉、斋藤夏、Jasper Emily、Hideo Talapasribu、陈星张弛、杨博轩、胡林芳、Radana Park Zenita、许邦龙、钟书韵、Kepler Quaso。在上半区方面，中国的头号种子凤凰组合很快就会和新池组合上演内战。大马的陈堂杰、杜一卫刚好避开了另外2组大马混双，不过大几率会在第3圈碰上香港的邓谢，然后在8强赛可能硬碰凤凰组合。在下半区方面，大马的许邦龙、钟书韵和吴勋法、赖洁敏很快就在16强赛上演内战，甚至还要在8强赛碰上2号种子蒋正邦、魏雅欣。而台湾的胡杨组合将会在16强碰上中国的郭欣华、陈芳慧，相信会是一场硬战。而在巴黎奥运后和搭档 Sapsevi 拆伙的 Daikopo， 自从搭配了师妹之后就表现亮眼，很快就打出了好成绩。今年更是拿下了3个巡回赛冠军。以这次的签运来看，要到半决赛应该没有问题。上一届的混双冠军是韩国的徐承宰、蔡佑丁。这场决赛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决赛，当时的最大热门世界第一的雅思组合和徐赛激战3局。虽然被雅思挽救了几个赛点，不过最后还是21比19惊险的拿下了决胜局。随住徐赛组合在巴黎奥运后拆伙，今年的世锦赛确定会有新的冠军诞生。你们觉得会是哪一个组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双项目，被列为前16种子的有刘胜苏、谭玲、陈康乐、蒂娜、松山奈卫、志田千阳、白河那里少熙、金惠珍、孔熙龙、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罗徐敏、福岛由纪、松本麻友、严永林、中西桂印、Kasuma Prativi、谢佩珊、洪恩慈、Maria Savi Romadanchi、徐颖慧、林之源、张敬慧、杨景敦、杨亚田、杨佩玲、吴佩琪、张美心。在上半区，刚好中国的3对种子组合都被分配在这一区，这也意味着决赛绝对不会出现中国内战。我们也可以看到2对台湾组合，张敬慧、杨景敦、徐颖慧、林之源都将分别硬碰中国的盛坛组合和贾一凡、张淑贤，希望他们能够给予顽强的对抗。韩国的李白组合也在这一区，顺利晋级8强的话，很有可能被中国组合团团包围。在下半区方面，最让大家关注的应该是巴黎奥运铜牌得主松山志田的最后一舞了吧？相信很多球迷们都知道，松山一直饱受伤病困扰，他也不想拖累志田追逐世界第一的梦想，所以松山志田将在这次的世锦赛之后拆伙。志田接下来将改打50人有杀出战，相信会十分有看头。松山志田大几率会在16强碰上韩国的金孔组合，如果顺利晋级8强的话，很有可能再度对上本届2号种子大马的乐蒂组合。乐蒂今年的表现可圈可点，今年目前为止打进了4个超级赛大决赛。今年他们也在日本公开赛以2局拿下了松山志田，算是这次世锦赛黑马。上一届的世锦赛冠军是堪称中国女双天花板的陈清晨、贾一凡，他们也21比16、21点12分战胜印尼组合 Rohayu Ramananchi， 第4次夺得世锦赛女双冠军。他们也在去年圆了他们的冠军梦，不过之后便拆档，改搭其他年轻的师妹，所以今年的世锦赛女双确定不会有卫冕冠军。
你们觉得大热门圣坛组合会否强势保住中国女双在世锦赛的冠军位置？松山志田有可能在最后1-5中圆梦完美收官吗？在男双方面，列为前16种子的有徐承宰、金元浩、谢定峰、苏伟毅、吴世飞、Izudin、Alfian Ardianto、Astrap Rasmussen、梁伟铿、王昶、王伟聪、郑凯文、Gutaman Esfahani。印度双塔 Karnando Maulana、陈百阳、刘毅、Kitinu Pangdaikapol、宝木卓朗、小林优吾、Ben Song、邱湘杰、王麒麟、李泽辉、杨博轩。和徐金组合同在上半区的有印尼的双 A、丹麦组合、台湾的邱湘杰、王麒麟等等。徐金应该会在16强碰上印尼的 Karnando Maulana。这两组都是巴黎奥运之后才开始搭配的组合，也是今年全英赛的冠亚军。他们搭配不久就有不错的成绩，尤其是韩国的徐金，他们今年已经拿下了6个冠军，其中包括了3个1000赛冠军，简直势不可挡。而我们也看到大马的万正经历第1轮轮空后会碰上法国的波波夫兄弟，近期法国组合表现越来越好，绝对不容小觑。另一方面，男双也迎来一组在世锦赛呈现最后1-5的组合，就是印尼的双 A， 他们在今年的印尼赛之后拆伙，发 Alfian 搭配4D Fight 之后，在第2次的参赛便拿下了1000赛冠军。他们超快速的打法让许多顶尖男双暂时还找不到解决方法。不过这次发 Alfian 搭配回老搭档出征最后的世锦赛，如果他们又打出了好成绩，搞不好印尼羽协又不让他们拆了。在下半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马的飞丁组合的签运还不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可以晋级4强。在另一边会稍微有些悬念，台湾的杨博涵、刘广航会碰上印度双塔，近期表现还不错的他们能否带来惊喜呢？奥运银牌组合梁王晋级8强应该不是问题。今年世锦赛大马男双满额出征，其中包括首次出战的叶瑞钦、阿里夫。处在同一区的大马同胞谢淑组合则被列为2号种子。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大几率会在8强碰上老对手梁王。如果顺利晋级，可能会在半决赛中看到大马内战，并为大马保有一个决赛席位。上一届的男双冠军是徐承宰、姜敏赫，今年的他们已经拆伙，所以这次的男双不会有卫冕冠军。但是这次徐承宰搭配金元浩依然是男双冠军的大热门。你们觉得徐承宰这次能否携手新搭档再拿下世界冠军呢？在女单方面，今年世界羽联把参赛选手增至64位，种子选手包括安喜莹、汪子怡、韩悦、陈雨菲、山口茜、李美妙、东中、宫崎友花、沃德尼、伊瑟农、格通、陈友正、杨嘉敏、高仿杰、辛度、李文山。安喜莹和王子怡分别在上下半区。今年的世锦赛，我们将没办法欣赏到小戴的高超球技了。曾经的女单 Big Four 也只剩下了3位，而陈雨菲刚好被分配到和安小妹同一区，山口茜则在下半区和2号种子王子怡同区。同在上半区的还有刚刚复出不久的汤正、伊瑟农、杨嘉敏等等。照近期女单的表现来看，我们极有可能会在半决赛看到安喜莹和陈雨菲的对战，相信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在下半区，山口茜将会一直遭受中国选手的加攻。如果顺利在8强挺过韩悦这关，在4强又必须面对王子怡的强势来袭。今年已经吞下和王子怡对战3连败的她，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一届的世锦赛女单冠军是韩国的安喜莹。上一届的女单决赛，安喜莹以2局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6的马琳，登上了冠军宝座。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安喜莹因为太兴奋，拿下赛点后马上跑向教练庆祝。马琳因此批评他不应该第一时间去找教练，而应该是跟他握手才对。不过安喜莹才懒得管他，因为最重要的是他成为韩国羽毛球史上首个羽毛球世界冠军，为韩国缔造了历史。在去年的巴黎奥运，年仅22岁的他也不负众望拿下了金牌，使得韩国在该项目上时隔28年再次登顶。2025年他依然稳稳坐着世界第1的位置，今年已经豪取了6个冠军。随着马琳、小戴缺席这届世锦赛，相信大家觉得结果会是毫无悬念吧？还是你们觉得会出现惊喜呢？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最后的男单赛事方面，种子选手包括石宇奇、安东森、康勒本、李世峰、Jonathan Christie、周天成、Alex 尼尔、奈良冈功大、骆建佑、小波波夫、陆公主、林俊逸、李卓耀、西本全太、大波波夫、翁弘阳。在上半区，大概没想到会在首圈看到那么精彩的赛事。石宇奇对阵拉克谢善，虽然善的近况在今年不是太好，但是还是受到很多球迷们的瞩目。而另外近期表现亮眼的小波波夫，可能会在16强再次对战石宇奇。他在上个月的日本公开赛和石宇奇进行了一场激战，
第二局的比赛更是打到了28分，最后遗憾的以一颗争议球输掉了比赛。这次不知道他能否复仇成功。李家豪将再次圈碰上翁宏阳，虽然翁宏阳未有2比0的对战记录，不过他们已经2年没有对决过了。他们之中的胜者应该会在16强迎战法国的超级新秀 Alex 恩尼尔。接下来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奥运铜牌得主李子嘉，经过好几个月的休息之后，终于会在这次的世锦赛复出。他的首战对手是韩国的全义成，他们上一次的交手是去年5月的泰国公开赛，李子嘉获胜。经过那么多个月的休息和康复治疗，李子嘉也恢复训练，看起来状况还不错。但现在也没办法确定他这次的复出会否顺利。如果顺利晋级16强，他的对手会是4号种子李思峰。你们觉得他能走多远呢？另外，以若见由韩奈两刚的对战记录来看，小洛很有机会晋级8强。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男单都被分配在上半区了，所以这次不会有中国内战。在下半区方面，近期表现堪忧的扎勒森 Christie 能否晋级16强还是个谜。林俊逸的签稍微有些硬，16强大几率会硬碰奥运银牌康勒伯。接下来这一组我觉得有些悬念，以近期的表现来看，梁俊豪、王子维、西本全太都有机会，他们之中的胜者就会在16强碰上宝刀未老的小天了。最后还有另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首圈赛事是刚返回赛场不久的金廷对战大波波夫，上一届的男单冠军是康勒伯。这是一场魔王之战，2位0后花了103分钟才分出胜负。泰国的康勒伯第3局拿下日本的奈良冈功大，成为泰国首位获得世界冠军的男单选手，为泰国缔造了历史。随着安塞龙退出今年的世锦赛，康勒伯是否有机会成功卫冕呢？你们心中预测的男单冠军人选又是谁呢？欢迎在留言区进行你们的大胆预测吧。最后，也祝愿所有选手都能健康完赛。这一期的与你看赛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哦。